太阳是被调教过的吗？地球是宇宙中的超级幸运儿吗？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张的频道。我们今天聊一聊太阳系的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太阳呢是一颗恒星，恒星呢就是自己可以发光发热的天体。在宇宙中有很多这样的恒星。太阳从诞生以后呢，就在源源不断的释放热能。根据科学家的计算，太阳的寿命一共是100亿年。到现在呢，太阳已经燃烧了50亿年。太阳系是在银河系的猎户座旋臂上，看起来周围繁星点点，热闹非凡。但天文研究显示呢，太阳系实际上是被隔离的，它是处于一个巨大的、低密度的、炙热的空洞之中。科学家给这个地方起了个名字叫本地泡。本地泡这个概念大概在几十年前被天文学家提出来了，因为观测数据显示，太阳系周围的星际介质密度低得离谱，每立方厘米只有约 0.05 个原子，这比银河系的平均密度低了整整10倍。本地泡就像银河中的一片安静海域，就好像我们住在热闹的一个城市里，但是是在一个偏僻的院落里，就是所谓的闹中取静。而银河系的大部分区域呢，其实都很热闹、拥挤，充满了能量和辐射。假设太阳系处在银河系中心那种气体浓密的地方，我们人类的夜空将完全不同，可能充满了明亮的星云，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被尘埃遮蔽和暗雾牵日。那么这片空旷的地方是怎么来的呢？根据天文学家的研究，这是一系列古老超新星爆炸后留下的废墟。这个大爆炸呢，据推测是在1400万年以前开始，并且持续了几百万年，由一系列的邻近的恒星的超新星爆炸逐步形成的。然后呢，太阳系就偶然地闯入了这片空旷的区域，并且留在了这里。这张图显示，这个本地泡是一个形状不规则的超级空洞，太阳系就位于中央。在这个本地泡里呢，并非空无一物，而是充满了稀薄的、温度高达100万摄氏度的等离子体。本地泡里也有别的星系，比如比邻星、半人马座等等。在这个本地泡的边缘是一道由冷气体和尘埃组成的墙。让人感到震惊的是，我们知道的一些恒星的形成区，竟然都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这个泡泡的这个表面上，好像一个人站在一个巨大的气球里，而气球表面上贴满了闪亮的贴纸。这些恒星的形成区呢，就是比如金牛座、蛇夫座、烟斗星云变色龙座、大犬座这些著名的恒星形成区，它们都坐落在这个泡泡的表面上。它们怎样就变成这样的？一种假说是，那场持续几百万年的大爆炸呢，把这些气体扫到了那里，强制它们凝聚成了星。
太阳系现在的位置不是宇宙的常态，而是一个很幸运的处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刚才我们说了，太阳有几十亿年的年龄，本地炮这个东西是一个经过几百万年爆炸出来的空旷区域。在此之前呢，太阳系还远在1000光年之外根本不在这里。只是大约在500万年以前呢，太阳系在公转的过程中一头扎进了这个巨大的本地炮里。银河系那么大太阳系怎么就进到了这个本地炮里呢？进入这片空旷的区域，这个是巧合吗？除了太阳系处在一个安全的区域本地炮里太阳系还有一个防护罩它叫日球层，它是太阳用自己的风吹出来的一个巨大的气泡。太阳不断向外喷射高速的带电粒子，这股粒子流叫太阳风，它向四维扩散顶住来自银河系的高能粒子于是就在这个太阳系的外层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防护罩。这个防护罩呢非常的巨大，半径大约120到130个天文单位。在2012年和2018年，旅行者1号和2号先后穿越了这个防护罩，这也是人类探测器呢第一次走出太阳的势力范围。这个日球层就是防护罩，它有很实际的作用，它可以削弱大量银河系里的宇宙射线，还能降低高能粒子直接冲击地球的概率，可以保护地球的环境让它更稳定。就是说，太阳为整个太阳系撑起了一道无形的屏障。科学家们对太阳进行了研究以后发现太阳表现出一种极不自然的温顺和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很罕见，就好像它是为了孕育智慧生命而被控制和调试过一样。首先呢，科学家们精心挑选了宇宙中369颗与太阳最像的恒星来做对比。这些恒星的表面温度重力化学成分、年龄自转速度都与太阳几乎一模一样。那么它们的表现是不是和太阳一样呢？测试检查后的数据显示呢，这些类似太阳的恒星都极其不稳定甚至可以说极其狂暴。它们的磁场活动非常剧烈，经常爆发出比太阳耀斑强10倍强100倍的超级耀斑。如果我们的太阳像这些恒星一样，那么地球上的电网每隔几年就会被摧毁一次，卫星通讯呢也会常态化的中断，甚至这个臭氧层会被高能粒子流剥离。那么地球上的生命呢，在日光下呢会被紫外线灼伤或者是烤焦。科学家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同样的物理参数下，唯独太阳可以压制自己的磁场爆发。它仿佛呢在刻意控制自己的能量输出，维持在一个既能提供足够热量，又不至于杀灭生命的极窄的区间里。可以说，太阳是在银河系里属于5%甚至更稀有的精英阶层。要找到另一颗像太阳这么温柔体贴富有牺牲精神的恒星，简直是大海捞针。以前科学家都认为呢，宇宙是静止的，
但是后来科学家发现，整个宇宙啊都在运动当中啊。我们的地球呢，每时每刻都在围绕着太阳转动，而太阳也在围绕银河系中心转动啊。银河系呢正在围绕更大的星系转动，就是整个宇宙啊都在转动当中。地球的自转速度每小时大约是1667公里，公转速度大约是每小时10.7万公里，而太阳带着地球公转的速度大约是每小时79.2万公里，这就相当于我们的地球一天在宇宙中飞行5200万公里啊。太阳系在银河系里位于猎户座旋臂的内侧边缘，银河系的旋臂本身也在旋转，恒星也在绕着银河系中心旋转。对于大多数恒星来说，它们的速度和旋臂的速度是不一致的，所以这些恒星会频繁地穿过旋臂，每一次穿过都意味着要遭遇超新星爆炸的风险。但是太阳的公转速度啊，竟然神奇的与银河系旋臂的旋转速度几乎同步啊！这就意味着太阳可以长期停留在两条旋臂之间，而不用穿过那些致命的恒星密集区。这种共旋共振的现象在银河系中非常罕见。为什么太阳能够拥有这个极其罕见的黄金速度啊？难道这也是一个巧合吗？如果把地球46亿年的历史压缩成一条时间线，那么500万年前啊，正是一个极其关键的时间点。地球呢，开始向我们现在熟悉的样子改变啊。从那个时间起呢，几条关键的线索同时被锁定了。现代气候系统开始运转，地理格局逐渐定型，而人类演化的方向呢，也在无声中被确定下来。首先呢，地球开始降温啊，全球气候整体转冷。地球逐渐从过去那种温暖、湿润、稳定的状态呢，迈向一个更加寒冷多变的阶段。两极冰盖开始扩张啊，尤其是南极，冰雪可以长期存在了。海平面随气候变化频繁起伏啊，季节差异越来越明显。然后地球表面的结构发生变化，巴拿马地峡逐渐形成，把原本分割的南北美洲连接在一起。这条狭长的陆地啊，重塑了全球洋流系统啊，切断了太平洋与大西洋之间的部分水体交换，加强了墨西哥湾的暖流，也间接推动了北半球冰期的到来。而非洲的东非大裂谷呢，也持续抬升啊，因为地形的改变，降水也改变了。大片森林呢逐渐退缩，取而代之的是更开阔、更干燥的草原环境。太阳系进入本地泡的时间与地球气候的稳定期啊，就出现了这个时间上的重叠，都是在500万年以前开始。这是一个巧合吗？而地球绕太阳的位置啊，也是真正的刚刚好。在太阳系里啊，地球位于所谓的宜居带中段啊，这里不太近也不太远。太近了，水就会被蒸发殆尽；太远了，水就会全面冻结。大家知道，在过去的亿万年里，太阳的热度是逐渐增加的。但是地球的大气层也配合得天衣无缝，温室气体呢恰好逐渐减少啊，抵消了太阳增加的热量。太阳每热一点，地球的被子就薄一点。只要配合稍微出现一点差错啊，那么地球啊就会像金星一样啊，热量失控，变成地狱。这个看起来呢不像是随机的演化，而像是一套可调节的系统。
太阳在这个系统中提供了极其稳定的能量源。如果太阳稍微像其他的恒星那样闪烁一下，那么这个平衡就要崩溃。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巧合吗？这一系列的巧合使得地球成为了一个超级幸运儿。对于地球上的生命来说太阳就是最大的恩赐。那么这些巧合真的是巧合吗？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观看，请关注老张的频道，我们下次再见。